嘿，房东先生，可以跟你借打火机吗？作为一个顶级变态的房东，华叔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在偷窥用的监控中看到了可怕的一幕，又因为自己的好奇没有第一时间报警，导致一大半房客惨死在自己的别墅中。那他最终又为何被警方以杀人犯的身份抓捕？长官，你大大小小、奇奇怪怪的案子看得多，你应该知道，接下来我要说这个故事有多么的不可思议。随着华叔的描述，故事回到2个月前，华叔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意外继承了一个废旧的别墅。虽说房子已经破烂不堪，但面积在那摆着呢，收拾一下，做个包租公，下半辈子肯定是不用愁了。就在他收拾别墅的时候，竟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监视器，这里几乎可以看到别墅内的每个角落。看来华叔的这个远房亲戚生前应该也不是啥好鸟。不过这恰巧正合了华叔的意。随着别墅收拾完毕，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的房客。首先是中年丧妻的王爸爸和女儿王小妹，表面上看似一对温馨的父女，但华叔总感觉这个王先生好像时刻在隐忍着什么。第二户房客是一对师生，老师眼镜男以及学生小白脸，一对同性师生住在了一起，你们猜猜是咋回事呢？第三户房客是一个沙雕青年，阿呆每天都幻想着自己能拥有特异功能，尤其是对瞬间移动最为感兴趣。第四户房客是一个普通的公司白领大漂亮，不普通的是她那极具诱惑的身材，同时她还是一个懂得利用自身优势的女人，时常带不同的领导回家探讨工作，房客们也都以为她就是一个风尘女。第五户则是一名体育老师，大帅俊朗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猥琐的内心，一到晚上他就拿着听诊器偷听楼下大漂亮和领导们探讨工作。在华叔窥探的视角里，以上这些房客虽然都有着各种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但生活都还算规律，唯独最后一个女房客非常的神秘，她整天穿着一袭白衣，也不出去上班，房间里摆满了各种行李箱，却从来都没有打开过，偶尔还会一个人在公寓里游荡，简直就像一个诡秘莫测的阿飘。这天华叔最终没忍住好奇，偷偷潜入了阿飘的房间，刚要打开一个箱子查看时，门外就传来了开锁的声音。华叔匆忙地躲在了床下，却看到阿飘领了一个男人回来，华叔大气都不敢喘地躲在床下窥视着两人。阿飘用美色诱惑着眼前的男人，接着两人就去浴室玩耍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飘一个人回来了，就在他捡衣服的时候，与床下的华叔直接来了个四目相对。奇怪的是，阿飘却好像没看到华叔一样，淡定地捡起了衣服，收拾一下后就出门了。趁着这个时候，华叔从床下爬了出来，向浴室望了一眼后，便匆忙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原来那个男人已经被阿飘囚禁在了浴室中。华叔本打算报警，可作为一个热衷于偷窥的变态，忽然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挂断了电话。他要看看这个女人到底要干什么。阿飘再次来到浴室，看着眼前昏迷的男人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副诡异的表情。下一秒，他就用强力胶粘住了男人的嘴巴。这还没完，他又用针线将男人的嘴给缝上了，接着又往男人的身体里注射牛奶和可乐。此时正在监视器前偷窥着一切的华叔，早就被女人的这一番操作给惊得亚麻呆住了。忽然，他又从监控里看到阿飘好像在向他的房间走来，果然没一会儿，房间就被敲响了。华叔淡定地打开门，问他有什么事。原来阿飘只是想来借个火。华叔找到一盒火柴交给了他，就又继续回到监视器旁偷窥，只看到回去后的阿飘竟用华叔给的火柴点燃了一支超大号的蜡烛，然后就开始往男人身上滴蜡，甚至最后直接把男人给点了。男人死后，阿飘就穿上雨衣，拿起砍刀将男人肢解分尸了。看到这些的华叔彻底的震惊了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无敌变态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。于是第二天他就鼓足勇气，拐弯抹角的向阿飘请教了一番。华叔问：你都不用上班吗？每天就躲在房间里，是在看书还是有什么其他兴趣爱好？谁知阿飘却反问道：你有没有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走到了尽头一样？华叔一脸的蒙圈。阿飘接着说：我说的尽头是指人生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，想改变这一切就要给乏味的生活增加点刺激。这一番话仿佛打开了华叔新世界的大门，整个人都感受到了从没体验过的通透。当晚，两人联手给所有房客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阿飘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肉食大餐，房客们都吃得津津有味，还不停地夸赞阿飘的手艺好。华叔也一直在不停地附和，可桌上的肉却一块都没吃，因为他知道这些肉都是来自哪里。从此以后，华叔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增添刺激，一步步的搅乱房客们的生活。他首先将浸泡了春药
药的蚊香送给房客们。第一个被其祸害的就是王爸爸，在蚊香的催化下，他体内的那股燥热再也控制不住了。而那个整天幻想着可以瞬间移动的阿呆，则被华叔下了安眠药，一头栽到地上不省人事了。华叔来到房间后，直接扒光了他的衣服，再将他给扔到户外，最后还将他的衣服放在椅子上，伪装成只有身体可以瞬间移动的假象。接连几次之后，阿呆还真的就相信自己已经练成了瞬间移动大法，只是如果自己能够控制移动地点就好了。另一边，华叔又在布告栏里贴了一张通知，说自己丢了一串包含他们所有房间的钥匙，希望捡到的人可以主动归还给他。体育老师正看着布告呢，喝得醉醺醺的大漂亮就回来了，一个没站稳还差点摔倒了。大帅见状立马上前搀扶，临走时还露出了一副饥渴的表情，看来他是垂涎大漂亮已久了。可就在他回房时，却在脚下发现了一串钥匙，很显然这就是华叔丢的那一串。大帅看着钥匙若有所思了起来，看样是不打算主动归还了。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监视器旁的华叔看在了眼里，显然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大帅就偷偷潜入了大漂亮的房间，闻着她残留在衣物上的体香，甚至躺在大漂亮的床上幻想着与她的肌肤之亲。可就在这时，大漂亮又带着一个领导回来了，大帅直接躲在衣柜里观看了一场4D 大片，这可着实把监视器旁的华叔给羡慕坏了。很快领导走后，大帅就从衣柜里出来了，鼓足勇气冲进了浴室，而此时正看着监控的华叔，嘴上还不停地夸赞着他：我早知道你不是一个偷窥的孬种，男子汉。这是一对关系非常要好的同性师生，好到两人一起在外租了房子。就在两人沉浸在辅导和学习的喜悦中时，窥探着这一切的房东华叔却在想尽办法给他们整点刺激。华叔首先偷偷在房间里放入了一些不属于两人的物品和毛发，让两人相互产生了猜忌。最后直接来了个大招，毕竟破坏两个人的友谊最奏效的方法就是制造一个第三者。于是他就把活了安眠药的阿呆扒光了扔到两人的房间。很快师生二人就先后看到了这一幕，两人还都以为是对方有事。醒来的阿呆还一个劲的解释说是自己一睡着就会瞬移，结果直接就被那个小白脸学生给撵了出去。接着小白脸就不堪重负要杀了老师，可没曾想却被老师给反杀了。这下老师也慌了，就急忙出去挖坑，准备把尸体给埋了。而另一边的华叔还在继续着他的死亡游戏，他又偷偷把尸体给藏到了阿呆的房间里。与此同时，阿飘也没有自甘堕落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华叔这个后浪推翻了自己这个前浪，于是就偷偷绑架了公寓里唯一的孩子王小妹，还把一只死老鼠塞进他的嘴里，用胶带封上。不过等他出门时，窥探着这一切的华叔又偷偷就走了孩子，也不能说是救，确切的说是转移到了大帅的房间里。没多久，王爸爸回来了，男老师也回来了。王爸爸发现女儿不见了，从大漂亮那里得知大帅之前捡到了房东的钥匙，于是就跑去找大帅。而此时的大帅正好在衣柜里发现了被绑着的王小妹，怕解释不清楚的他直接捂住小妹的口鼻，没曾想一个不注意，直接把小妹给捂死了。这下好了，没事也变得有事了。很快王爸爸就在衣柜里发现了女儿的尸体，愤怒之下就要和大帅拼命，可他哪是大帅的对手，直接又被当场反杀。另一边的男老师也发现学生的尸体不见了，随即就找到了阿呆，他还以为阿呆真的和自己的小白脸有一腿，抢走了自己的小白脸。可此时刚醒来的阿呆完全是一脸的懵。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，华叔装作无意间发现了床下的尸体，这下两人都慌了。可华叔却直接跪在地上祈求两人不要张扬，要不然自己的房子就不好往外租了。阿呆瞬间感觉有点为难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箱子啊？当然是要把它给分尸。不要吧。他刚意识到不对劲，华叔就立马搭话说：“这种事我可搞不了，只能拜托二位了。”无奈两人就在惊恐下真的完成了分尸。可就在他们提着装有尸体的塑料袋去埋尸的时候，大帅也提着个塑料袋出来了。原来他刚刚也同样处理了王爸爸的尸体。几人各怀鬼胎的下楼，慌乱中一个人头滚落了出来，惊恐声引起了大漂亮的注意，最终直接惨遭几人灭口。当然，最后这场闹剧也没能隐藏住，华叔被当成凶手逮捕，将这些事情都告诉警察后，警察却不怎么相信，因为他们并没有找到阿飘这个人，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，感觉就像根本不存在的样子。更意外的是，在随后的调查中，他们竟然发现华叔的真实身份也是个警察。多年前，他的女儿惨遭连环杀人魔的杀害，但后来凶手竟以精神病脱罪，躲进了精神病院。于是华叔就伪装成精神病来到医院卧底。可没想到行动刚开始，负责接头的警长就出车祸死掉了。至此，华叔就真的被当成了精神病，在精神病院遭受了变态医生们非人的折磨。直到后来，凶手都悔过上吊自杀了，他也没能出去。但那个凶手临死前却交给了他一串钥匙。再后来，华叔的妻子
子在家中发现了华叔身为警察的资料，他才被释放出来。但此时的华叔因为在精神病院里遭受的折磨以及丧女之痛的摧残，精神确实已经不正常了。或许那个凶手就是看出了这一点，才将别墅钥匙交给他的吧。所以别墅内的所有惨案确实都是华叔一人做的，阿飘也根本就不存在，那只是他把心魔幻想成女儿的样子。而阿飘一开始杀的人，其实都是折磨过华叔的那些医生，他把曾经受过的罪都还给了他们。至于房客们的悲惨遭遇，那就真的是华叔的变态之心所驱使的了。